嘿，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Dr. Mike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2年4月4号，周一。在今天这个视频的开头，我们还是首先快速的回顾一下美股大盘的基本面乃至它的技术走势。然后在个股方面，我们聊一聊今天 Twitter 是暴涨，Elon Musk 会买 Twitter 吗？我们需要跟进买入 Twitter 这只股票吗？在周末的视频中，我跟大家分享了特斯拉和 Palantir 基本面方面的一些讯息。然后呢，今天特斯拉又有新的消息，所以我会做一下跟进的分析，特斯拉和 Palantir 的技术走势。然后在周末的视频中，我也是成功的预判了中概股的暴涨。今天对未来、阿里巴巴、富途和爱奇艺这4只中概股做以技术面的跟进和分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OK，let's go。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第40天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涉嫌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而接受审判。因为西方对基辅附近发生的大屠杀的报道呢，感到非常的愤怒。而克里姆林宫方面是否认了乌克兰关于布查杀戮的这样一个指控。在联合国、在欧盟方面呢，显示的更加中立表示要立即展开调查。而在经济方面，德国总理肖尔茨在周末表示，西方国家将在未来几天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在这个消息的影响下，我们看到今天周一呢，石油继续走高， WPI 的原油跳涨了 2.4个百分比，回到了每桶100美元以上目前的价格呢在102美元左右。而布伦特原油也是上涨了 1.8个百分比，进一步引发了投资者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的一个担忧。而在股票和债券市场呢，也继续对经济的前景发出了非常矛盾的一个信号从屏幕上方大家可以看到在上一周2年期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出现2019年以来的首次倒挂情况以后呢，今天收益率曲线的另外一个关键的部分也是出现了倒挂。我们看到5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是在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之上。不过呢，我个人觉得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解读倒挂的这样一个信号有时间的话，我会专门的出一期视频跟大家聊一聊我对国债收益率倒挂的这样一个影响，或者说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分析。目前呢，我觉得短期内对俄乌战争的这个停火，包括战争情况呢，也许对股票的影响要更大一点，特别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另外嘛，我们看到今天4月的开头股票的大盘反应还是不错的，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呢，4月份是一个大盘比较强劲的一个月份，从历史角度来看，所以呢，也希望在这个月给我们所有的股票投资者带来一个好的收益。今天的美股大盘呢再次全面的收涨，我们来看一下，道琼斯总共是涨了100点左右，收涨了 0.3个百分比，收盘呢正好是收在了上方这根压力位，也就是在34,920点附近接下来明天要看它能否继续上涨站稳这根的压力位，还是呢受压回落。标普500呢也是大涨了 0.81个百分比，最终呢是收在了4582点，重新又是站上了5日均线的上方。纳斯达克在前期呢科技股受的打压最重，所以呢今天的反弹力度也是最强，总共呢是大涨了近300点，在上涨的过程中也是突破了15000点的这根压力位，最终收在了15159点，全天是大涨了2个百分比。罗素2000今天虽然开盘的时候呢有所下跌，但是最终还是收复了，最终全天呢是微微上涨了 0.25个百分比。我在以前的视频中也跟大家做过分享我制作这个 YouTube 频道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在股市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抱团取暖；而在股市涨的时候呢，大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那今天呢，随着我的中概股，包括我投资的其他的美股、特斯拉等等，涨势都是非常不错。今天我的账号也是盈利不少。
朋友们，如果今天的涨势也不错的话，也希望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啊，只要留个符号，比如说一个笑脸或者一个火箭符号等等的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我也会替大家感到高兴。在前面的视频中，我跟大家做过分享，Elon Musk 在 Twitter 上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也就是问Twitter 的这种方式是不是正在限制言论自由？结果有70%的人说呢 ，Twitter 没有严格的执行言论自由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马斯克在随后的推特上也曾经说他自己呢正在非常认真的考虑创办自己的社交媒体结果呢，在这个事情仅仅1个礼拜之后，在今天有最新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 ，Elon Musk 他购买了 Twitter 7350万股的股票，价值呢是在28.9亿美元。这样的话呢，就使 Elon Musk 拥有了 Twitter 9.2%的股份成为他的最大的股东。因为我们知道 Twitter 的创办人 Jack Dorsey 才控制了2.25%的股票，所以呢，马斯克现在成为了第一大股东。那么现在就有朋友在问，为什么马斯克会买入这么多的 Twitter 的股票？我个人呢认为有这样几种可能性。第一个呢，他对 Twitter 目前的这个言论自由的程度不满，所以呢，通过成为最大的股东呢，可以施加影响力来改变 Twitter 的限制言论自由的这样一种状况，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我们知道 Elon Musk 目前呢也一直在跟SEC 在斗SEC 呢说他不管在 Twitter 上发什么言论，需要通过马斯克或者说特斯拉的律师监管以后才可以发布。Elon Musk 呢认为 SEC 限制了他的言论自由，所以呢这也是一种可能呢，他买入 Twitter 的这么多的股份，从而呢可以在他跟 SEC 斗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增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砝码，这是第二种可能性。第三个可能性呢，当然也不排除 Elon Musk 会买下 Twitter 这样一种可能性。当然他如果要买的话呢，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私人购买，或者说呢通过特斯拉这个公司来购买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他需要得到特斯拉董事会的批准。我觉得市场也是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从而呢导致了 Twitter 今天股票的暴涨，总共是涨了有25%个百分比。当然我个人觉得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Elon Musk 不会买入 Twitter， 他呢还是会自己创建一个自己的社交媒体。当然这里面有利有弊，好处呢就是说自己创建这个社交媒体的成本肯定是最低的，而且呢他自己也有8000多万的粉丝，所以呢很 easy 他就可以扯起一个大旗来自己干一摊。但是呢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会比较慢，需要时间比方讲我们知道 Trump 也是刚刚创建了他的一个 QQ Social， 不过呢根据目前的数据，它整个的增长除了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呢下载量非常大的，目前在3月份的话，它下载量已经下降了93%，而特朗普本人呢也在这个 Truth Social 上只发过1次帖子。所以呢一旦像 Musk 要创建自己的这样一个平台的话，他也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需要非常活跃，这样的话呢才会推动平台的发展。所以的话呢，如果你直接买下 Twitter 的话， Twitter 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大的平台，所以呢很快的可以扩大 Elon Musk 自己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所以呢这里面有利有弊。好的，现在呢我来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觉得我们需不需要买入 Twitter 这支股票，要不要跟呢？考虑到马斯克有可能会介入 Twitter 这样一个公司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呢我本身是不会买入Twitter 这支股票作为投资的一个选项。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一下 Twitter 作为一个公司，它整个的业绩从股票方面讲，在过去的3年我们看到 Twitter 的股票呢只上涨了大概14%左右。我们即使与
大盘相比标普500相比，在3年中标普500也涨了也近60%，所以呢，它整个的 performance 还不及标普500，更不要说比方讲我仓位中的特斯拉一只重仓股，在过去的3年已经涨了大概10几倍了，所以的话，从这一点来讲呢，它整个的这个投资回报率，我个人觉得对我来不具备任何的一个吸引力。第二个，即使特斯拉或者说 Elon Musk 最终买入了 Twitter， 但是呢，我不认为Musk 或者特斯拉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来增加 Twitter 的这个价值，因为从它本身的这个业务角度来看呢，我认为 Twitter 的增长相对呢已经是非常缓慢了，而且呢，从它的利润最近来看呢，也一直有所下降，所以呢，从一个公司业务的发展呢，我不认为 Twitter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股，或者说一个价值股。另外一个从技术角度讲，我们看到今天 Twitter 的股价在这个好消息的推动下是放量暴涨了30个百分比，所以从技术的角度也不宜追高所以呢，综合技术和前面基本面的分析，我不会买入 Twitter 这只股票。而对已经有仓位的朋友今天暴涨以后呢，我个人的建议呢，你可以适当的做一下减仓动作，这样的话呢，可以锁定至少一部分的利润。当然了，这只是我的个人思路，并不是一个投资的建议。特斯拉在昨天的视频中，我跟大家分享了它的第一季度的交付量是击败了市场预期，是一个大的利好消息。不过呢，今天呢有一个利空，从屏幕上方大家可以看到，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呢没有办法复工。当然，我们知道的情况呢，比 CNN 了解的情况更加详细，因为我们知道沈春兰已经进驻了上海。沈春兰呢是中国的疫情抗疫的救火大队的大队长不管中国哪里的疫情比较严峻，他都会到哪里去支援。而且呢，从最新的视频照片可以看到上海呢已经从全国各地抽调医护人员到上海支援，包括呢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进驻上海来帮助上海的防疫工作那么在这里我也希望上海的疫情呢可以早日得到控制，这样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包括特斯拉在内恢复他们的生产和供应链，而更加重要的呢是希望上海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呢可以早日的恢复正常。特斯拉我们看到在周末在它第一季度交付的一个利好消息，然后呢今天呢有一个工厂的一个利空消息，在这两个消息的交互作用下，今天盘中特斯拉的股价在下跌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明显在达到了1072块钱这根支撑位以后呢，得到支持以后呢，持续的一个反弹，然后开始一个上涨，最终呢全天是大涨了近61块钱，大涨了5.6个百分比，最终是收在了1145块钱它的收盘价呢离今天的高位也是非常接近，所以呢我还是继续看好它基本面和它技术位强劲的一个走势，继续做多特斯拉。他那天在周末的视频中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他最近的基本面，他的技术井喷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呢，它的收盘价呢还是在60天均线这个压力位的下方，然后呢今天帕兰提亚的股价也是上涨了5.78个百分比，也是一举突破了我关注的第一个压力位，也就是在14块5，最终呢是收在了14块6，而且我们看到呢今天的量比周五的量也是比较大，所以从技术位呢这也是一个好现象。接下来要看它明天能否守住14块5的这根支撑位，还是呢还会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在周末周六的视频中，我跟大家分享汇报了中国在中国的审计制度方面推出了最新的法规，从制度方面呢确保了中国的证监会目前呢是退居次席，将协助美国的证监会和 PCLOB 对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进行全面审计的这样一个制度性的保障，从而呢移除了悬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头上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退市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呢当时我也是判断
中概股即将暴涨。而我们看到从今天中概股的表现，确实呢，如果在周末视频中的判断一样，今天的表现都非常的不错。好的，正如我在周六的视频中所做的一个预判，在中国出台这个审计新规这个好消息的带动下，今天中概股是暴涨啊。我们首先看一下附图呢，在前期呢被SEC 列入了暂时性的审计的黑名单，然后呢今天是暴涨了近20个百分比，也是突破了60天均线的阻力位。同样道理，爱奇艺也是被列入了 SEC 的黑名单，今天呢也是暴涨了近17个百分比。阿里巴巴也是受益于中概股今天暴涨的这个好强情的这样一个利好消息。我们看到它在上周末呢，它是收在了21天均线的下方，它上方呢有2根压力位啊，包括21天均线和60天均线。今天呢也是一举在这个好消息的推动下，连续的突破了这2根上方的压力位啊，全天是上涨了7块钱，也是大涨了近7个百分比，最终呢是收在了117块5。我呢也是继续长期看好阿里巴巴的一个发展，继续做多阿里巴巴。NIO 也是同样道理，在受到中概股这个利好消息的带动下，今天一开盘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向上的一个吊空高开，然后呢持续的向上涨，在下午1点半的时候呢达到今天的高位是在23块9。虽然下午呢微微有所回落，但是在接近尾盘的时候呢又有所恢复，最终是收在了23块8毛5，也是非常接近今天的一个高点，所以呢走势也是非常的强劲。回到日 K 线，所以我们看到它今天也是一举突破了上方23块钱的这个压力位，然后呢再次突破了60天均线的压力位，最终是收在了23块8毛5，也是显示了一个比较强劲的技术走势。从基本面我也是继续看多 NIO， 所以呢还会继续做多 NIO 这只股票。好的，这是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请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的视频的通知。转发并且评论，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